邱福的眼神迷茫，随后聚焦，当认出萧炎和沐尘时，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掠过他苍白的脸庞。他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艰难地开口道：萧炎兄，沐尘兄，你们怎么在这里？这一刻，萧炎和沐尘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们未曾预料到，在这毫无生还的情况下，邱福只有半道神的修为，居然还能够生存下来，这让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更加的诡异和疑惑。萧炎、沐尘也没有将自己如何来到这里的事情详细说出来。我们也是无意间经过了这里，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邱福兄，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邱福揉着昏沉的额头，话语中带着困惑与恐惧。我记得刚刚看到一个神秘影子，那影子就如同夜幕下的幽魂，猝不及防地降临，将我的意识拽入了黑暗，一下去即昏迷过去了，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他的话音刚落，萧炎和沐尘的眼神交汇，两人的心头都笼罩上了一层疑惑。突然间，一阵风吹过，草木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离奇之事。神秘影子，萧炎眉头紧锁，虽然没见过这神秘影子，但是能感受到那神秘影子带来的恐怖，仿佛能让空气都在颤抖。对，那神秘影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实力很强大，即便是大道主神在他的面前都是一瞬间被灭杀的恐怖存在。邱福现在的脑袋昏沉，记忆模糊，但依稀记得被那神秘影子所带来的恐怖压迫力。一讲起来，就仿佛这事情再一次的发生了一般，他的表情都带着恐惧之色。我们得找出这个神秘影子，不然肯定会有更多的神奇强者会被他给吸收能量，成为干枯的尸体。萧炎低声说道，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不容置疑的决心。虽然说这一次的神葬中也是以生死争夺宝物和各大机缘，但是此人的行为无比的诡异，如果让他在神葬中找到一些更为强大的机缘，以后出来神藏肯定会被整个诸神万界带来一场未知的变数，所以必须要找出这神秘影子。沐尘站在一旁，目光深邃，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仿佛在寻找着某种线索。四周围静得出奇，然而在这宁静的背后，却似乎隐藏着一股不为人知的暗流，最后将目光投向了邱福身上。那神秘影子是否还能够吸取神奇强者身上的所有能量？这种手段怕是修炼某种邪术。沐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看着邱福询问道：这个我也不清楚，当时瞬间我没有意识了。说着，邱福的脸色苍白，身形都有些站不稳，揉了揉自己的脑袋。不管这神秘影子究竟是谁，我们都必须找出来，不然神葬结束后，诸神万界怕是会多了一起未知的变数。萧炎的语气坚定，眼中闪烁着决断的光芒，即使知道神秘影子的强大与可怕，他都不会有丝毫的退缩。不过邱福兄，我有一个疑问，为何这里的神奇强者全部都被吸取了神之力量，你却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萧炎刻意还是无意的问，让的气氛变得有些复杂起来。邱福也不知道萧炎会突然说出这句话，静静地站在原地，并没有说话。在场的所有人目光都看着眼前修为只有半道神的邱福。然而邱福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情绪，他的手指轻轻解开了外衣的系带，随着外衣缓缓滑落，一件黑白相间的软甲凸显出来，他在众人眼前展现出令人震撼的光彩，仿佛蕴含着不凡的绝世之威。在这黑白相间的软甲出现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能量波动，让每个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悸动。这时众人带着一丝惊讶，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因为他们都没见过这样的软甲。邱福见到众人的疑惑之色，则是微微一笑，从容地解释道：这是绝丝元甲，是我一次机缘巧合下在神葬中得到的绝世神器。绝世神器，绝丝元甲。我好像在周原那里听说过，在36大绝世神器中有一道最为特别的就是神器，就是这绝丝元甲。如果不是被绝丝元甲选中的有缘者，即便是得到绝丝元甲也永远穿不上，因为它有着独有的灵性。夭夭的声音带着一丝吃惊，因为绝丝元甲也是所有神器修炼者都想要得到穿在自己身上的绝世神器，没想到众神奇梦寐以求的绝世神器居然会在这位半道神修为的邱福身上。对，绝丝元甲在36大绝世神器中排名第7，它能够有效地隔绝大咒中大部分的强大能量，保护我免受外界的侵害。这一次我之所以没有和这些神奇强者一样被吸收了能量化为干枯的尸体，就是因为我身上穿了绝丝元甲的原因。听到邱福对自己的这番解释，众人的疑虑也逐渐的退去，但是萧炎和沐尘对邱福依旧充满着好奇心。被绝丝元甲所选择的有缘者才会得到绝丝元甲的真正守护，这么说邱福他是绝丝元甲所选中的那位有缘者了。萧炎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件绝丝元甲上，他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就像是他从未接触过的一方世界，
其中的力量不仅巨大，更是浩瀚，难怪能够隔绝了大部分为他隔绝了那神秘影子的手段。那就恭喜邱福兄在神葬中获得了自己的机缘之物。那么既然也没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此别过，希望下次见面时你会变得更强。萧炎的这一句话虽然表面上没有任何的毛病，却话中有话的意思。或许这句话讲给贝人的确是没有任何毛病的，但是讲给邱福就有大大的深意在里面了。而除了萧炎自己，神元宫的众人也都没有听出来萧炎的意思，他们都觉得这是一句普普通通带着一丝激励的话，但只有萧炎非常清楚，他说的这句话代表着是意思。邱福不知道是不是听出萧炎这句话中的意思，还是没听出，他的脸上挤出一抹笑容，道：好，萧炎兄、沐尘兄，下一次见面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真正实力。哈哈，一定会。萧炎、沐尘也充满自信地给了邱福一个回答。几人说完之后，邱福的身影犹如一道黑色的闪电，以惊人的速度向深处急冲而去，他的步伐矫健，仿佛地面都为之震动，只留下一串模糊的足印。萧炎的目光随他远去后便是缓缓地收回，脸上看不出丝毫表情。萧炎兄，你刚才那番话难道是对邱福有所察觉？沐尘在萧炎的一旁轻轻地问道。萧炎微微的点头，眼神深邃，能洞察一切，不置可否道：想必你也有所察觉到了，邱福兄的给我一种特别的感觉。萧炎兄，你的意思是邱福兄有问题？其实沐尘也察觉到了，邱福似乎与平常半道神不同，而且要知道，刚刚他所拥有的绝世神器乃是排名第7名，即便是巅峰半道神也不一定能够将其收复。就算邱福是被绝丝元甲所选中的有缘者，但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这道第7名的绝世神器彻底收复，还真是少见了。特别是前10名的绝世神器，一般的半道神都是极其难驾驭的助恐怖的绝世之威，然而邱福兄能够以半道神的实力驾驭了前10的绝世神器，那说明他的实力恐怕有所隐藏，或者他应该还存在着某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手段。而刚刚萧炎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萧炎已经察觉邱福并不是普通的半道神，下次与邱福再次见面时，后者应该就会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半道神修为居然可以来到这里，虽然有一道绝世神器的加持，出现在此地也着实令人震惊，因为一般没有背景势力组队的半道神来到这里之前都已经淘汰出局，可邱福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散修者，居然可以走到这里，那么足以说明对方的实力对萧炎、沐尘他们也一直在隐藏。虽然不知道邱福究竟是谁，但一种直觉告诉他，邱福的来历不简单。从开始见到邱福的那一刻开始，或许萧炎、沐尘他们就已经进入了对方设计好的圈套中。至于对方为什么会设下这样圈套，他们所能够掌握的信息也并不多，但相信一切都会有真相大白的时刻。萧炎与沐尘的对话自然被神元宫的众人听得仔仔细细。这时盘龙走了过来说道：你们说的刚刚这邱福有问题，从我的感知中，其实他并没有神秘特别之处，就是一个普通的半道神的散修者而已。这就是我们最为担心的，能够在我们大道主神的眼皮底下都能够隐藏如此之深，并且都不曾发现异样，那对方的实力怕是并不比我们弱。在萧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他们3位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大道主神，可现在他们这些大道主神居然都无法感知邱福的真正实力，这让他们对邱福也是愈加的好奇起来。虽然这一切都只是他们的猜测，具体是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样，还需要日后的考证。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我们很快就能揭开邱福兄的身份与来历。我相信他能够闯到这里，肯定有他所要的重要之物，我们也尽快进入深处，得到自己的机缘，不然一旦神葬关闭，我们还没有出去的话，就会永远的被留在神葬之中。沐尘此时也是抓重点的说道，毕竟他对自己寻找造化天神体的事情可是势不可挡，如果能够有幸找到这尊原始法身，那么他就能够登临造化。众人点头应允，萧炎、沐尘和盘龙走在众人的最前列，紧随其后的是115瑶、苏幼薇、小龙与韩吞吞等人，他们如影随形，穿梭在山谷深处的幽暗小径上。突然眼前景色突变，一个荒凉诡异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